涛哥可以听到吗？哎，涛哥能听到声音吗？喂喂，哎，能听见吗？现在能听到，现在我能听到。声音没有问题，我这边没问题。我看一下直播间，好的好的，好好，可以已听到哈。经进到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如果能听到声音的话，辛苦在评论区回复我们一下，谢谢。声音正常的话，我们就开始哦。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乐观博物馆第三季第11期的分享，寻梦古泽云梦县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已经跟小林老师约了好几次了，因为确实特别想听关于云梦县博物馆的分享。那为什么想听呢？也是基于这个云梦县博物馆作为一个就非常小众的一个博物馆，然后但是呢，馆藏的文物数量和这个文物的精美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在我们第三季的第11期，然后邀请到小林老师来带我们从这个先秦的漆器，然后包括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从这些内容来解读云梦县博物馆。开始之前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乐观博物馆我们这个项目或者说我们这个栏目吧。然后我们每周会选一座博物馆，然后来给大家带来一场博物馆的分享。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文物大省的省级博物馆，然后也包括一些不是特别知名的小众博物馆，比方说像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云梦县博物馆，可能大家就是属于是知名度比较低，但是大家对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就是喜欢文博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啊。这个是我们选择博物馆的一些标准。然后另外呢，我们除了常设展之外呢，也会一些热门的临展，然后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分享清单里边。我先预告一下下周的分享，下周是分享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国博最近大火的这个临展，然后也是由我们的王山老师给我们带来下周的分享。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对前面的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可能有新来的朋友。然后我们从第1期开始呢，分享的第一个博物馆是玉家山考古博物馆，然后我们也分享了汉魏洛阳城、中国丝绸之路，包括三星堆和吴越文化博物馆，然后以及这个上博的临展华彩六盘，然后像陕西考古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之类的。然后第二季的话，我们也是分享了，那个小林老师给我们分享了湖北省博物馆，然后这个跟湖北省的一些藏品和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云门县博物馆的藏品，就是在年代上和出土遗址上实际上是有一些重叠的。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回去再看一下，在乐观人文的视频号直播回放里边可以再看一下湖北省博的，如果没看的话。然后包括湖南的，然后以及说这个百年守护故宫的书画大展，然后以及这个二里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还有我们上博，我们已经做了3、4个系列了吧？青铜馆、书画馆，包括陶瓷馆，然后这些大家也都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也邀请宋老师做了珍藏院的展览分享，然后以及还有博物馆摄影技巧的分享。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乐观人文的视频号回放，然后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展示。然后新开的江口纯银博物馆，这个我们也是在刚开馆不久就已经做了分享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些是李涛老师的中国绘画走进中国绘画系列，然后有3讲，然后也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还是回放在乐观人文的视频号。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线上的交流平台，在微信群里边，然后会和大家每天有一些互动，以及说关于博物馆问题的讨论。然后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社群。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把入群方式放在 PPT 里边，因为现在人数比较多，没有办法扫码加群，大家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告诉他要加入博物馆社群。我们会邀请大家加入博物馆。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是云梦县博物馆。今天晚上呢，从三个角度切入吧。一个是云梦所处的这个位置，然后再一个就是云梦县为什么能出土这么多漆器和这个木国画，它的馆藏的重要藏品的方向也是在漆器和木国画上边。再一个就是睡虎地秦简，基本上是基于云梦县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说，在云梦县出土的超过了超过将近50%的这个跟秦代相关的这些漆器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博物馆。然后，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做文献学研究的这个小林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内容，欢迎小林老师。好的，谢谢超超。那现在就由我向大家分享，是吧？好的，您这边开始就好了，我先哎，进。嗯。好嘞，好的，啊，好，大家都能看到吧？画面同步没有问题。哎，好嘞，好嘞，好的。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线上的这种直播的方式，在评论区，把大家的一些所思所想和所感，这个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方式哈，我们也继续关注各位，宝贵的这个观众们的这些意见。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呢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云梦县博物馆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寻梦古泽云梦县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云梦县吧？云梦县确实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县名啊，天空中的云彩和这个狭义的这个梦想，把这两个很有意境的词汇，把它共同的这个组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湖北省孝感市的云梦县。不知道提起云梦县，大家会想起哪些关键词？我在这里呢，列了一些，不知道各位观众啊，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欢迎大家把自己想到的这个关键词，这个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也会和大家进行这个相关的互动。云梦呢，它的得名呢，实际上应当说和楚国，特别是和楚他自己的这个大泽云梦泽是非常相关的。那么一会儿呢，也会简要的再和大家介绍。我看到有朋友一下就说了啊，这个楚文化对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这个楚之云梦啊，是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历史典故。历史书上有非常多的记载，像《战国策》当中就说这个楚王，包括《楚辞》里边有记载，经常到云梦泽去从事这个田猎活动，就在那儿进行狩猎啊，所以这里是这个楚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啊。对，喜，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哈，就是说的我们这个，睡虎地 M11的这个墓主，他的名字应该叫喜，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人物，也非常感谢他，在他或者说感谢他与他的家人，在筹备他的葬礼的时候，决定把如此众多的简牍都随葬进去，以致让我们能够看到
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些关键性证据啊，那我们得以实践到这个云梦秦简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历史面貌啊。那么像除了勤俭律令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相关的，都是有机质和我们说非常难得的这些文物。那么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云梦县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今天的云梦呢，它隶属于湖北省的孝感市，在今天武汉市的这个北部，它地处水沼走廊的南口要冲。所谓水沼走廊呢，实际上就是指大概就是联系今天从这个随州到枣阳这一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廊道啊。那么地理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东周时期呢，云梦呢大概属于楚，在中国张晚期呢，在附近呢有一个楚王城。那么南部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楚王的这个云梦的苑囿。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呢，是公元前278年，秦拔郢后占领了安陆。安陆呢，就是当时在秦代将现在的云梦县称作安陆县，那么归属于南郡管。南郡在今天的哪儿？在今天的荆州，也就是有名的这个江陵是属于它大概在它的北部。然后现在的云梦的楚王城也是一个这个遗址，那么应当呢就是这个南郡安陆县的县城。自秦占领安陆，一直到秦统一南方的这个6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云梦王城一直是秦人固守一方的这个政治军事重镇。那我们知道，这个秦楚之间的这个交战时间非常的漫长，可以说这个是将近100年的一个战争。所以一直以来，他控制云梦之后，都是作为他向东发展，就是秦人向东和向北。因为我们知道楚他在江陵，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郢失陷之后，他先迁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河南周口这一带后来又迁到了这个今天的安徽寿县他有2次的这个迁徙。在这个过程当中，安陆一直都是秦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和据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有很多不同于荆州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考古发现，而且这当中呢，它的秦风呢非常的这个浓郁，因为它和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荆州，今天的荆州就是这个沙市这一带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作为楚的故都它没有那么重的这个楚的那个历史文化的包袱，所以它这里大量出土的实际上都是秦的东西，而且是直接来自于秦的中央核心区域，也就是来自咸阳的这样的。我们从历史地图集上能够看到，我们所画的这个三角的区域大概就是这儿。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这里就是在这个地图的这里就是这个安陆县，也就是云梦。大家可以看到，在它的南部就是画一个沼泽湿地形态的。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云梦泽。那么在它的西边呢也就是今天的以江陵为这个荆州为核心的这个区域呢才是楚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故地，也就是楚的郢都之所在。云梦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个遗存，墓地和城址都非常的多啊。整体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就是如图所示。在今天它其实也是一个古今叠压型的一个小城市。虽然它作为一个县城，但它有一条汉丹铁路，就我们还会讲到，就是大概在睡虎地大坟头、木匠坟这一线，他们所这个南北排布的这一线，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汉丹铁路它通过的这个位置。而这个楚王城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安陆县城，就是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
安陆县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所在地。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郑家湖，它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多这个珍贵的这个秦代的漆器出土的这个区域啊，它也应当是整个这个安陆县城的高等级墓葬出土的地方。实际上，它的这个每一个小地点啊，就是围绕在这个城外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墓地里边出土的墓葬数量都非常多。比如睡虎地，除了非常有名的就是秦墓之外，啊，就是比如出土了非常多那个简牍的这个 M11，还有出土了所谓中华第一家书的 M5之外，还有很多墓。那今天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汉墓，就睡虎地 M77，它都已经编到77号了，说明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他们这个县城所使用的这个公共墓地。此外呢，像龙岗、珍珠坡等等啊，都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考古发现出土啊，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信息。可以说啊，它具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情境，得益于保水环境啊。抱歉，这里这打错了哈，这个应该是，这个保水环境，云梦的漆器和简牍保存非常完好。根据初步的统计啊，群墓就是秦国和秦代的墓葬出土的漆器超过了1500件套，占全国秦文化漆器半数以上。这就和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比如到荆州去看到的非常浓郁的这个具有很这个突出的这种想象力的荆楚漆器很不一样。虽然它位在荆楚，但实际上是浓郁的秦风。而且更关键的是，应该说得益于它在当时作为秦人的一个前沿阵地，大量的来自秦的这个核心区域，也就是关中的这些高等级将领和他们的家人们来到这里，作为一方的这个诸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作为这个秦的南下干部，带来了非常多的秦本地的这些文化因素。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借助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去感受在战国七雄当中最后混一于内的这个秦文化，它的想象力，它的气气，它的这个杰出的这个手工艺品是什么样的。因为从这个漆器上啊，它的针刻和烙印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出，实际上非常多的这些漆器都是来自咸阳，也就是秦的首都。但是可惜的是呢，黄土高原，就是我们关中所在的黄土高原，可以说它保有的这个历史文化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在有机质文物，特别是漆木质文物的这个保存上呢，它确实远不及这种保水环境的江汉平原，它的保存情况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关中很难看到秦的漆器。对于整个秦文化以及秦汉简，它最核心的这个金字塔顶端的首都的手工业生产面貌，我们是不太能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湖北省它确实得天独厚，在漆器生产、制造和保存方面具有非常好的先天优势。一个荆州能带给我们很多楚文化的漆器的面貌，再有一个就是云梦，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秦汉时期漆器的这个风貌究竟如何，也是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朋友，之前好像看过一些楚的漆器啊，我们能够在这个比较当中，更能够有效的掌握就是秦的特色。同时呢，更是震惊海内外的，就是出土简牍。云梦县是当之无愧的简牍之乡。
因为他出土的简牍虽然主体都是墓葬当中的，缺少这个实际生活意志，就和里耶情节那样的有所差别，但是种类丰富，而且呢，出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早，上个世纪70年代就出土了，一出来就是震惊海内外，所以我们到今天，我讲睡虎地这样一个名称，都是享誉中外的。特别是它里面有大量的典籍文书。所谓典籍文书，就是我们大家今天如果在书房里边，不光环视一下书房啊，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书，我们有公文，我们有自己的笔记本，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台账啊，有自己的这个日历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在战国秦汉时期，可能都会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那么埋入这个墓葬当中。我们也借此呢，得以实践到非常多的这个宝贵的这些文献，因为我们知道，毕竟文字它所承载的这个信息量是相当大的，它远比我们比如史前时期的这个彩陶啊，然后这个一些玉器，它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量要多得多。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往往这些出土文献的载体都是有机质的啊，虽然广泛为各地所使用，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保存下来。那么云梦呢，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看到其中保留的非常多的这些相关的信息。一会儿呢，我也尝试呢，根据这个一些比较和我觉得吧比较有意思的简牍当中的故事，我们共同的来感受一下。比如所谓中华第一家书，对吧？我们也看一看，他们是这个战国秦汉的两个，大概也应该是年轻的这个士兵，对吧？他们既渴望建立功勋，同时呢，他们也忘不了家乡的人。还有不是这个一些和我们现实生活都很贴近的东西，看看秦代的普通人，他们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烦恼，也又会写下什么东西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是重点呢，还是放在三个器物上吧，或者说三种器物的这个种类上啊，就是漆器、木果画和简牍。那么我这里给大家看的这三幅照片呢，都是我们云梦县出土的文物啊，有这个漆耳杯啊，然后有这个郑家湖的漆木画，当然这是个摹本，因为它的那个实物啊，现在保存不是非常好，也没有公布。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摹本呢，还是能够了解到非常多重要的这个历史信息的。再有一个呢是这个，现在反正他们那儿现在都喜欢叫什么中华第一啊，除了这个中华第一家书，他们那儿还有中华第一长箍啊。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箍是什么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这个简牍的这个载体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漆器。呃，云梦啊，它出土的漆器啊，数量非常多，种类、纹饰都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这里就列了很多啊，大家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但是呢，主要它的这个时代呢，都在秦到西汉时期，因为它在楚国的时候啊，它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县城。其实对于在楚国时期，就是除了云梦泽之外，他毕竟作为一个皇家的院游，在这里面生活的人啊，并不是非常的多。它有一点类似什么呢？啊，我们给大家举一个比方啊，就比如我们以明清北京城为例，它有一点类似承德，就是在那儿是举行木兰秋闱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雍正王朝当中带领这些阿哥们啊，这个骑马射猎的地方，所以在那儿大家可以想象，不会生活的有非常多的人，那么没有那么非常丰富的这个人类活动呢，自然呢也
比较少，留下来比较多的这个遗存。但是进入秦代之后就不一样，因为秦它自己的院用，它以咸阳为都，都在关中里边，所以这个区域呢，就有大量的这个从各个地方来的，他作为秦的新地，就把这些秦的这些人就聚集在这里了。所以呢，一直到汉代呢，他埋的这些文物的等级和数量呢，就远较楚时期呢要高得多。我旁边的这一幅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秦文化的一个漆器，也是到西汉的，因为西汉的这个区域的那个面貌，呃，几乎是可以直接纯记秦的。它就和楚的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比较写实，就是这个东西啊，往往我们一看即知，对吧？让大家，哎，大家不妨在这个评论区写出来，这个耳杯当中画的是什么呀？对吧？画的是一条鱼，是吧？而这个鱼啊，非常显得非常的这个空灵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鱼，不像那个楚文化，比如它的很多耳碑里面有非常繁缛，但是很抽象的，比如这个卷云纹呐、星云纹啊，像那些，它在这个当中呢啊都不太出现。哎，对，哎，感谢这位观众，对，说的是鱼啊。我们抱着这个，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也不妨在评论区呢，可以把大家对于这些漆器上的很多图案的这个识别呢，来给我们大家带来。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里啊，楚这个秦的这个碑啊，它比较典型的有一个什么特色呢？相对来说比较素朴，就是它没有很华丽和繁缛的各式的这个装饰，走的是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大家所说的这个极简风啊，就是一条鱼，但是呢，很漂亮，有点那个空无所依的啊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一个黑漆的这个双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是另外的一个棋盘，它的上面也是很突出的啊，大家可以看，稍微有一些变形的这个云纹，就是我鼠标所指的这个区域。中间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一个变形的凤鸟，因为秦的漆器啊，它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比较简单，没有华丽和繁缛，但是呢，在简单的布局当中呢，又有一些对称性啊。在这里啊，大家可能看不太到，就是它上面往往有这种针刻和线刻的这种文字，就在这个漆盘的这个底部啊，这个是它的正面。我现在鼠标画圈的这个位置是它的底部啊，也就是说呢，通过针刻，你只有仔细的这个观赏，就拿得很近，才能够看到它的产地是哪里。往往上面刻什么呢？刻咸亭，就是咸阳的咸，亭子的亭，或者咸市，就是在咸阳的亭生产的，和咸阳的市场上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直接从秦的这个中央地区带到它新占领的这个安陆县来的。好，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都是最新的真假湖出土的一些漆器啊，这是一个七尊啊，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装饰纹饰，只不过上下有两个扣饰啊，然后有一个金属的足部。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漆器一直到今天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器物，因为它的工艺极其的繁琐。首先，漆木资源就是你要有那个绘漆，哎，它就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资源。你还要制胎，制胎了之后呢，你要先阴干，阴干了之后才能上漆，上漆了之后还要不断的阴干，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东西啊都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它会用一些我们叫扣漆，就是金字旁一个口字叫扣漆，就会有一些金属的箍把它箍起来，这样也是一种对它的一个保护，也是增添很多的这个风采。旁边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件秦文化的漆器，而且应当是目前独有的一件，就是一个鸟形或者我们说一个凤形的勺，它是在这个樽酒啊，就是这个是樽，这个是勺，就是取酒的。所谓汉代的乐府当中说，堂上置樽酒，
这个是进行这个家庭宴会，大家共同欢乐的时候，哎，一起来进行这个非常欢乐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是采用一个凤鸟的这样的，或者是说鸟类的一个造型，把它这个挺拔的这个颈部，对吧，塑造的非常的这个修长，然后尾部呢，采用这种比较简单可爱的这种来凸显它的这个尾羽，而且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腹部或者说在它的胸部还有这种羽毛的这种意识，整体来说是一个啊描绘这个写实的这个呢也是大家不妨看一看，它上面是什么纹饰？这个是它的照片照片呢，因为漆木器嘛，它往往保存的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它出土了之后要经历很多这个修复的这个工序。这一件漆脸或者说漆盒，它有一个什么特色呢？纹饰很简单，但是呢又很形象。它是一个什么纹呢？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是一个日月纹。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家注意，这个是它的彩图一个是在它的顶面，顶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形云纹或者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弧线纹和彩陶比较像。对，日月，看这个是太阳，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月亮，日月，就是这里就是在它的这个器身上的这个第二圈，它通过红黑相间的这种纹饰带，那么它是很形象的。实际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也可以说在情人在审美特点上比较简单直接，它不会像楚人那样，它的很多纹饰你只有对七七很熟悉，它才会有一个形象到抽象的那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它一直到现在了，它呈现给你的都还是比较形象的这种简单直接一望即知，对吧？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这个七七和这个这个太阳和月亮和我们今天的某一些旗帜确实也有一些像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对形象的挪用和借用，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也留待我们大家去观察。再比如说这是一件这个尊壶或者我们叫扁壶是秦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礼器啊。它上面画的就很简单了，这是它的两个面，就这是一个面，这是另外一面，两面我们看都是绘制了这个非常直接形象的而且应当来说呢，我猜测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区域这个是马，对吧大家看这个应该是一头牛马和牛马和牛看这个蹄部都非常的这个还是比较写实的，大概是神兽。马的上面呢，还有一只这个展翅飞翔的这个木鸟一类的，因为它这个有一个长长的一个这个喙部有一个长长的喙部。这个斑纹呢也可能是描绘它身上的这种斑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表示它们还毕竟是神兽嘛，可能有一定带意的那个味道。当然也可能是它这个斑纹，而且它色泽实际上不复杂，大概就三种颜色，就是它的这个底部的这种地纹的我们说的黑色，然后红色，在红黑两色之外呢，大概就是这个主体图案的这种棕色，或者我们称为酱色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三种颜色的交换使用，不同的这种色块之间它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但是呈现出来的这种形象还是非常生动的。我们看到这个马昂首挺胸，对吧？高举前蹄还是一个在这个奔跑驰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它的上方呢，有一个长喙，然后长尾羽的这样的一个鸟在对。当然，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朋友都愿意去拍照打卡的，就是说它这个是个牛马湖确实是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漆器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对对对，像这位朋友说的，马和鸟一样快，非常灵动。因为这个马和鸟儿，很多时候往往把它们都，相提一起并论。比如这个汉代的《悬泉简》当中就记载，有很多马是有名字的，马的名字往往就说它要跑得快，就把它说成什么？说它是黄鸟啊，说它是这个赤兔啊，对吧？赤兔不就是像兔子一样跑得非常快吗？强调它的这个速度啊。强调它的这个速度。这个牛呢，那个大家看它的这个大角啊，也通过这个红色来表示它的这个唇部啊，这个相对来说和马比起来呢，就敦实的多了啊，还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啊，这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啊，我们类似这样的情况。同时，在上面更重要的是，它还绘制一些可能是历史人物故事，这些呢就不是太可考了，因为呢，就像我们今天可能画了一个动漫明星或者一个这个呃偶像 idol 一样，我们如果对这个不熟悉，又在没有这个搜索引擎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完全马上的试读出啊这位帅哥靓女啊他就是某某某这个明星啊某某某这个动漫当中的很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只能说它很有可能是历史故事，但是呢，具体是什么呢？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研究。它和前方的一样，也是一个辩护，因为后面我们会在木偶画当中也看到这种器物，这种器物在整个漆器组合当中占有的地位很高啊。它也是一件，就是它两面都绘制的有，这一面呢应该是一个虎，然后有一盏灯，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戴冠的人物正在和这个虎说话。这个是，但应该是历史故事。这边呢是两个人，好像手里持着叶，然后呢，这个呈一个我们叫庆者，或者说就是在鞠躬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呢，往往是显示这两个人物呢在进行拜谒啊，在进行拜谒。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器物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像这样很丰富的这种历史故事场景是很难得的啊，而且一件壶，对吧？前后两个面都有这样的历史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中间呢，大概有一盏灯啊，有一盏灯，或者类似这个后世的这个博山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也是最新出土的啊，就是云梦真家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发现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呢，就是秦文化当中啊，它吸取了很多来自欧亚草原的这个文化因素。你比如这一匹马啊，它就很有那个欧亚草原很流行的那种后蹄翻转的那个铜牌式上的那种马的风格啊。虽然说它这里的这个可能是它的尾，这里是尾部，那么后蹄呢没有这个完全的翻转，但是整个身体还是呈一个这种啊 S 型的一个类 S 型的这样的一个对，就是折梯这样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这个金属制造品，特别是带钩然后带式跨式、剑式那些的一个模仿。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这个工艺文化种类当中，往往互有借鉴。除此之外呢，它和楚的这个文化因素很不相同，往往里边有一些很形象的这样的一些小的案组，实际上就是在两头做出一个虎头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汉太可居的那么整体上来说呢，秦的漆器它不追求极其的华丽繁缛，相对而言也没有复杂的造型艺术，因为它不太像楚，就是它的那个漆器本身在制胎的时候就很华丽繁缛，可以说是一个，比如非常多的这个蛇，它们全体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扭曲状，成那样的一种斗，或者在上面呢，就是把非常多的动物的不同的这个种类和情况，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形成非常难得的一些这个动物像这种情况在秦的漆器当中都比较少见，或者比如像
楚漆器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也是很可爱的，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这个耳杯盒那样的，往往做成一个猪的造型，但是往往在它的鼻部或者在它的耳后等等，还会在上面刻画一些比较小的装饰图案啊，往往是一些雏形啊、狩猎啊这些啊，需要你在比较仔细的时候观察才能发现，像这些装饰特点啊，在秦的这个机器当中都不太多见，比较简单，比较直接，也很形象。往往呢，我们一下呢就能够看出它所这个意匠的这个源头，或者说它这个造型的起源来自于哪里。然后呢，很有利于我们去了解它后面的这个历史意义。好，我们继续往后，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木果画啊。木果画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认识，也因为这个发现呢还很初步啊，这个资料湖公布到现在也大概不到5、6年的时间，所以对它的这个探索呢还比较这个少，我们现在只能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特别是在楚墓当中，它有一个倾向，叫什么呢？叫宅地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地下居住的这个所谓的阴宅，要像阳宅一样发展。那么就是我把很多地上才有的东西，就会带到地下去。比如，我要在我的地下的这个阴宅当中设门、设窗，啊，搞天花板。啊，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才有的，特别是在那个数学的木果木当中不会出现的东西，逐渐的就把它带进去了。那么有一种就是把各式的这种装饰图案把它带进去，有的是很简单的，比如郑家货 M225出的这个，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果呀分割成头香和冠饰之后，在整个这个格挡上绘制的一个图案。看上去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呢，没有特别多的意义，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装饰性图案，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把它这里中间的这两扇我鼠标所指的地方，大家能看是两扇门，两扇门的中间呢是这种黑白的我们说三角形纹吧构成的这种方格大概把一个格对吧？大家看，就像那个矩和纹饰带一样把它分成4份，然后呢，共同呢又构成了一个9格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这边呢和它是一致的。那么在它的上下两部呢，就是门的上下两部呢，又有2个这个云气的，也是黑白相间的这种图案，把它勾绘出来。然后呢，再往两旁呢就到2个这个门的这个侧柱上了。那侧柱上呢也是比较简单，其实比较单纯，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这边呢是菱格纹这边大概是菱格纹，它没画太好或者说它就是想呈现出这样的一种长方形就是长方形，然后把它交接在一起的，就是通过很繁缛的这种几何图案的交接把它构成一个这个整体的这种装饰。那么在这个之外呢，在它的上部这里，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后面呢能够看出来，这2个应该是模仿的2个斗拱模仿的2个斗拱，就是房屋的上部模仿斗拱。但是呢，它直接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今天我们的英文字母 T T 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状的这个我们能从后面再看出来应该是斗拱。下面呢也这可能是模仿的门，就是门槛一类的门那个东西。那么就是2条黑道，然后有2个这个黑红相间的这样的这个扇形构成的2个圆形，然后上部呢也有一个也是通过不同的这个三角形，然后构成的一个圆相对而言呢，是这种各色的这个几何图案的一个装饰，它有可能是把一些现实当中的比较简单的几何纹饰，就把它带到这个
地下世界当中所来的。当然，除了它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郑家户以及新出土的这个木果当中呢，还出现了一类木果画，它就是比较形象，也比较复杂了。它整体应当呈现出了，就比较多样了，就是郑家湖 M234，它前方所出土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M225啊，位置都是一致的，就是将果呀分割成头箱和棺石啊。那么它中间呢就有一个隔板，那么在这个隔板上呢，就对它进行绘制，实际上就是模仿那个房屋的那个大门，对吧？就是或者说模仿房屋的中门，就是分隔的那个区域，然后在上面就绘制了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由这个就能推出前面的，它那个就是简化了的斗拱，大家看这个明显就是梯形的斗拱，那把它简化了之后呢，就变成这样了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梯形的了啊。但是呢，它不同的是，它不完全是一个这个我们所讲的几何图案，而是有比较形象的东西，而且有一些呢，应当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个历史指向意义的。那么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这里有两个这个悬臂一样的东西，中间呢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湿地纹也好，或者说叫芳华纹也好就是四片叶子很像那个我们大家吃的那个到秋天吃的那个湿地哎对，像这位朋友说有故事了有故事了。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大家看在这里大家看到没有？这里就有一个扁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向大家介绍的这种东西。稍等一下，对，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扁壶，这种扁壶就绘制在哪儿呢？就绘制在这个平台的这个正上方，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大家看到了吧？对对对对，嘿，这是精装修版本下面呢有很多这个历史文物有很多有很多这个人物呢都带冠，而且大家看到它都带剑都着剑，而且呢这个有非常多的这个装饰图案。那么很多呢都认为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些贡品以表示呢对这个背后的那个墓主人他的这个祭祀和尊奉，也就是我提供很多祭品给你，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代表这个祭祀的，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扁壶，因为它的地位确实非常高，因为往往我们看到在秦的这个漆器当中。扁壶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所以牛马壶也好，或者说历史人物故事壶也好，它两面都会，而且呢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纹饰带，比如像前面的那个日月纹的那样的一个装饰纹样带的一个漆盒，不是的，它是在上面绘制了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图案，而且呢一面一个样也就是对它的重视程度肯定是远超其他的，因为就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定制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每个面都不一样至少是双面双样也就可以看出这个扁壶，对吧？在这个漆器组合当中，它所具有的这个地位。那么下方呢，一般认为呢，可能这两位人呢，可能是这个墓主或者是墓主的这个直接的这些象征。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这个绘画当中，特别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不遵守透视原则，特别是这些，它不是作为实际的那个绘画来绘制的，就不讲究科学准确性，他讲究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物重要，这个人物是主体，我就把它画大画高，对吧？我们就会看到，哎，明明他在那个位置当中很远，但是非常大因为他是这个画面的主尊，他旁边的那些侍者什么的都画得很小这个人物比例是很失调的，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他不掌握那个比例原则，你比如秦的地图。汉也出的有地图，就马王堆 M3出的有地图，这个西北的放马滩里边是出的有地图，他绘制的那个地图是很科学、很准确的。比如河流源头他就用细的线，到了这个入海口了，他就用比较粗的线而且是与现在的那个勘测
来看呢，是比较吻合的，因为它不是讲究科学准确，它要告诉你我这个是墓葬美术，哪个人物重要，哪个是墓主，那我当然就把它画的高高的、大大的、胖胖的、宽宽的啊。那他旁边的侍者呢，那当然就矮矮小小的，作为一个这个辅助品啊。你有那么个位置，我把这个人物配齐了，就这样啊，就比较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宗教当中的造像是一样的，它不严格的按照这种比例原则，就是所谓的这个主大从小啊。对，最复杂的呢，也是最新出的呢，就是这个啊，这个呢，当然发掘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啊，最近也是比较有意思。它上面应该满绘了是若干个历史故事，就是老虎墩 M12，它绘制的位置都是一致的，都是在这个官室与头像之间的隔挡上。实际上就我个人觉得大概相当于他们就是一个这个间隔，因为它要把这个窗户啊、门啊给它造出来，就在门上进行了很繁绘的一个装饰。这个实际上呢比较复杂在于什么呢？它应该是一个历史故事图啊，而且很有可能呢，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呢，它应该是一个可能是武士或者历史的一个历史故事图，有可能带有一些游侠。为什么几乎都是男性？可能除了这一位和这一位，就是两位着黑衣服的，着黑衣服的啊，他着的这个靴啊也比较突出。他这两位可能是女性之外呢，其他的都带剑啊，几乎都带剑。带剑之外呢，也都带冠啊，所以呢，应该都是这个历史人物故事，而且非常多啊，不是特别好认，因为也没有榜题，而且年代比较早，它和我们后面所看到的那个，就是汉画像石当中的那个历史人物故事还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呢，展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就原来我们都说，好像历史故事啊，好像这些，先贤啊、孽女啊，然后这个历代帝王啊，他们都是到了东汉才一下子冒出来的。哎，就是我们只有在这个画像石当中啊，才看到这些东西。现在最重要的价值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这样类似的这种题材和纹饰就已经至少它存在和流行了。虽然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辨识，但是从相关的这些蛛丝马迹上，你比如看他可能有一些对吧，关于他胡须的描写啊，然后还有他就是扎他戴冠嘛，他在下面扎一个这样类似的这些描写，然后都带剑，而且是很长的这种剑，然后这里可能是一个类似狩猎这样的一个啊，这里有马呀。啊，这里也有飞鸟啊，然后正在这个骑马游猎的，然后两个人这个相互对望，好像在进行攀谈的这种交谈，它都很像我们后世，特别是汉代所见的那个历史故事的那种图式，它就揭示我们实际上很有可能早在秦代，因为秦代画这个墓大概站在秦代，他画的那就是肯定比秦代还要早，因为它作为文本的流传，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流传。那就应该更早，说明呢，其实这些很多东西都是渊源有自的，并不是非常突兀的。到了东汉中晚期，才一下子这些题材就才蹦出来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早在西汉中晚期，比如在滕州地区，在画像石椁当中，就已经有很多游侠的历史故事了。当然有名的比如像什么这个。二桃杀三士啊，对吧？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因为它有燕子嘛。但实际上，往往刻画的是那三个勇士，对吧？二桃杀三士那三个勇士，他们是作为那个刻画的主角，然后是这个一个很勇猛的这样的一个立士的这样的形象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呢，大概就是这个黑白红三色相间的这种装饰纹样，那么也有一些湿地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方画纹，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作为这种装饰纹样带在其中呢起到一个这个隔绝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很好，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对啊，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人类的故事肯定比文字来得久，而且有民间流传行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
history，它可以说是这个有的人认为它就是故事啊，西方的有一些史学流派是这样理解的。今天当然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发达，我们很多时候都缺少了那样的一种图景，就是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围聚在这样一个村口，或者在家中是知识很渊博的一位老人，对吧？他扇着摇扇，然后给大家讲各式各样的故事，而且最吸引大家的或者小朋友的，往往就是那种冒险的，或者是具有一定这个恐吓的鬼故事。过去俨然也是这样，而且要想到很多那个民间流行的这个曲艺或者说文化娱乐活动，肯定是描绘这些，是吧？这些牌优他们在宫廷当中向这些上层贵族讲授什么，肯定也是有不少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历史故事，而且它的流传呢，一定也与我们后世的这个戏剧当中有很多很密不可分的这个联系。因为比如我们像在清代，特别像比如像在四川地区，清代的那个墓葬装饰当中的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其实也不止四川，全国各地都比较像，就是明清以降，就是戏曲故事，什么三英战吕布啦，这个是这个水漫金山啦，甚至这个《西厢记》啦、《水浒传》啦，对吧？而且它不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流行的，它往往是通过戏剧，往往是通过这些曲艺的形式流行的。哎，哪怕不认识的老头老太太，他同样能告诉你，指着那个，哎，那个画的是三英战吕布，哎，这个画的是这个，殷应会张生啊。那么在汉代呢，这种情况可能也很相像，虽然它不一定就完全识得《晏子春秋》这本书，但是它可以跟你讲二桃三山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彰显晏子的智慧，同时也显示这三位力士的这种义气的这样的游侠故事。因为我们还看到司马迁他在史记当中要专门为游侠设传，为什么？就是那样一种侠义的战国时期的这些被秦国的这些视作，对吧？侠以武犯禁的不稳定因素的游侠，为什么要为他们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潮和精神，司马迁所以就要为他们立传。那么他们的故事，至少肯定在西汉前期，就武帝之前，甚至还有一段时间，社会当中都保持着那样的文化，也流传着相关他们的这种故事。好，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像这个专家户 M275这个就是一种宅地化的表现。就是虽然它是一个木果木，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这个竖向的竖向挖下去的，然后在里边比较类似一个这个套娃的那种形状。但是它要干嘛呢？它要开门开窗，对吧？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果实和边项之间的挡隔。虽然没有绘花就是这边我带有文字的这边呢是这个官室，这边呢是边厢。我们看到有菱格窗，对吧？然后呢有这种门这门是能够活动的，实际上就是把这整个这个生前的剧是什么样，就想把它往这个地下世界当中呢去带把它往这个地下世界当中呢去带所以整体呢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态势。事实上我们说整个这个云梦地区，它带给我们的惊喜是非常多。因为原来我们大家都不熟悉这个秦墓当中会不会有墓葬美术，就觉得他可能秦人是不是也比较对吧？没有那么像楚墓一样有那么独特的这个丧葬艺术的这个追求。实际上，从这三幅木国画，我们能够看到，秦人也有比较高超的这个丧葬艺术的源头。但它和楚墓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大家
比如我们和这个人物玉龙图、人物玉凤图来比较呢，和它的漆器的特色比较相一致，就是什么呢？比较写实，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不是说它缺乏，而是说它不在这个方面表现。比如没有神仙，没有妖怪，哎，没有一个什么瑶池啊、月宫啊、蓬莱啊、昆仑啊这样一种神山圣湖，或者说缥缈世界的想象。好像这些东西呢，在他这里呢，哎，都稍微少一些。相对而言呢，比较写实，好像绘制的都是很多很形象的，鱼就是鱼，马就是马，鸟就是鸟啊。然后呢，历史故事呢就是历史故事，扁壶呢就是扁壶，哎，相对来说呢，比较这个啊。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这里边还是带了一些楚文化的特色的。一会儿我们也会向大家讲到啊，因为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这种几何纹饰图案，实际上在楚墓当中就非常流行，而且现在来看呢，整个这种特别是这种开放式的结构，就是出现窗啊、门啊、菱格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是楚墓当中比较多，所以呢，应该来说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啊，展现在这个楚墓当中。啊，秦人相对来说的确是要质朴一些，就像这位观众所说的啊。好，最后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压轴的这个文物种类，就是简牍啊。简牍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书写载体啊，因为我们中国啊，大家知道，呃，主要的书写载体在纸张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主要就是简牍。大概最早能到什么时候呢？根据现在的一些间接的证据呢，至少我们在文字发现之初，也就是在我们的汉字起源的商代，应当就有简牍。只是说呢，很可惜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发现商代的简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事，就是不管甲骨文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是竖排的，对吧？就是它是竖写的，这个大概大规模的变化，要一直到建国之后啊，才主要改成像我们今天的这种横写的。你这个竖写，它本身它就很具有这个呃简牍的这个特色，因为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直接的这个书写载体啊。那么根据载体的不同呢，所谓载体的不同，就是像比如我们今天大家写，我们到复印店去、文印店去打印，要先问你，老板要跟你说 A 几的，对吧？A3、A4、B5还是 B2，对吧？开本不同，间距不同啊，是打16K 的，还是打 A4 的，还是怎么样？那么根据载体的不同呢，简牍里边也有很多载体，这种竖而长的、很窄的啊，像秦简呢，一般都是23公分长，这是大概它的1尺长，然后呢，这个宽呢大概在2、3厘米左右啊，这种呢叫简。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宽的，就是牍啊，大概呢，你看这个呢是写了，这个是裁的哈，就是说它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是它的上半截和下半截啊。然后它大概是呢1行、2行、3行、4行、5行，五行是很典型的一个勤俭的那个行数，因为有一些那个简牍当中它会规定啊，一个牍上不能写太多行了，就是说要保持一定的这个疏朗啊，你不能把那个字儿都密密麻麻的全部挤在一起比较宽的这种，往往也比较厚的这种板儿啊，叫牍，哎，对。孤啊，但是这个孤在孤不孤孤在的这个《论语》当中所说的那个呢，大概是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孤，孤是一种什么呢？是一个多轮柱，多轮柱，多轮柱，这个呢是一个6轮柱，就是它是一个立体的
然后呢，它是一个箍，然后呢，箍呢，它就是把它一根棍子，我们想象是圆柱体，圆柱体你用刀啊把它的表皮削掉之后，削成一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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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它不就成一个圆柱体，然后就变成一个这个棱柱体了，对吧？截面呢就是有若干个这个棱面来构成的，那么就每一个棱上写字啊，这种东西呢就称作箍啊，称作箍。这三件呢都是睡虎地出的，一会儿我们会仔细的再看一看它里边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我们一一的呢来向大家介绍。首先呢就要向大家介绍这个可以说是震惊海内外的睡虎地 M11，时间呢要拉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就像我们一开始介绍的，云梦县呢当时是一个小县城。发现水浒地秦墓呢，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要修建从武汉应该是到丹江口的这个汉丹铁路。汉丹铁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铁路，在这个云梦老县城的这个西边，它穿城啊，没有穿城，就在它的西边就南北向的通过了。修建这段铁路的时候，在通过水浒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这里有一堆秦墓啊。把它发掘之后，再发掘到 M11的时候，打开关，大家就震惊的不得了。这里是它实际出土的情况，因为这个墓里边没有别的，就棺材当中除了人的这个尸骸，没有别的东西，全都是简牍。我们看这些条条累累的这些，全都是简牍啊。这个后来鉴定的是一个年纪大概在40来岁的一个来自北方的一个男性啊，这里还有一个漆脸啊，有一个漆脸，里面就放了点镜子和梳子啊，其他的全部是简牍。大家看，就是可以说他对这些他的这个生前所珍视的这个书写载体，这些书籍文书非常的重视，把他们都带到他的这个地下世界当中去了。汉武帝内传当中有一个记载，这是六朝时期的一个笔记小说。他说什么呢？就说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建议，在死的时候要埋一些书进去。埋些什么书呢？叫场所玩好者，就是生前喜欢的，珍视的东西。就像我们历史当中流传的很多故事，比如李世民，对吧？对《兰亭集序》非常珍视啊，那就要把它带到自己的坟墓当中去，或者对于什么什么说话非常珍视，然后把它带到自己的陵墓当中去。那么睡虎地 M11的主人，后来我们根据编年记，或者我们现在一般把它叫做叶书，得知他的名字叫喜啊。那么喜呢，他生前呢应当是安陆县的一个令史，大概就是他们这个县城的这个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吧或者是他们县这个法制口的这个负责人吧或许吧相当于他们县城政法委副书记或者是司法局的这个局长类似这样的一个职务。因为后面根据有一些记载，他有到各地去审案子的那样的一个记录。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应当是很珍视他生前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这些法律文书的，所以把他们呢都随葬了进去，而且是几乎这个关内只有这些东西，其他的像常见的一些，我们知道关内往往有一些丝织品玉器一些小件的装饰品铁匠这些，他都没有随葬确实是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发现。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来看，就这批简牍保存的非常好，字迹清晰完整。而且呢，又主要都是法律，又正好遇上了那个特殊年代，又赶上了这个非常这个特殊的情况，正是在儒法斗争的这个紧要关头，一大批这个秦代的律令又出土了，所以
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可以说是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啊。我们可以看到，哎，这是云梦睡虎地这儿，在它之前呢，就只发现了这个木匠坟啊，木匠坟，然后这里呢就是睡虎地，它就是在修汉丹铁路，这个是老的这个云梦县县城，在它的西部西郊这里修建的啊。到今天大家到云梦县去，汉丹铁路仍然实现还是老的这个路线，所以到云梦站呢，就大概就是在睡虎地附近啊，就是他们的那个站点，在这可以下啊。然后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 M11的这个木坑的椁板的上面呢有一个牛头，然后它的那个椁板呢实际上是用原木制作的。这种使用原木椁板上面又放着牛头殉身的习俗呢，是来自秦的西北地区的。所以喜呢，它大概率呢，它应当至少他们家族不是楚人，他们是从西北地区迁徙到秦的新地来的这个新秦人，就是新地名啊，或者我们用秦汉的简读的那个称呼叫做这个新地利，就是到新占领地区来当官的啊。我们借用一个这个现代的词啊，就是说他是这个秦的这个南下干部啊，肯定他们家也是应该有一定功勋的。那么从西北地区呢，就迁移到了这个云梦来啊，这是秦的安陆县。然后根据呢整体呢，因为我们看这个简牍啊非常多，可以说它的这个尸首上，大家看官的下部层层累累的，全部都是简牍。一共呢把它分成了这几种编年记，我们现在呢又叫页书，它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啊，我这里就不讲了，我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后面没介绍的啊。语书，语书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安陆县归南郡管，秦嘛实行郡县两级制，相当于一个省级单位了啊。南郡的太守呢，给他所辖的这个各地呢发了不少公文啊，他把这个公文呢也都收集起来了。后面还有一些他们这个政府办可能是统一管理的一批学习材料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些东西，就是南郡的太守告诫这些新地利啊，你们要好好干啊，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政治思想觉悟，然后一个好的吏是什么样的，一个坏的吏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学习参考材料。还有呢，就是直接的这个律令公文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这个刑法和行政法，他们两个作为成文法很发达的国家啊，所以呢，就有比较多的都是管理这个政府事务以及管理这个刑法的，就是秦律18种，里面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共呢有介绍了18种律令，就有18个门类的这个秦律，把它集合在一起。那么呢，叫这么一组，叫秦律18种。还有一个呢是单独的一类简，叫效律。这个效呢是有一点类似我们今天绩效的那个意味，它是对于这个秦的这些行政人员他们的工作成果、工作成效考核的时候，设置的相关的这个行政律例，就是你做了哪些行为，影响你的这个公务员生涯考核啊，相关的一些，是记录在这个叫效率里边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他可能作为他日常的一个学习参考材料的，就是秦律的一个杂抄本。他不太想，他和秦律18种有点不一样的是，秦律18种往往在这个简文的最后方，他会标注这个是田律，这个是公律，这个是仓律，就表明这个是什么。那么杂抄呢，比较类似一个学习参考材料。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法律答问。像法律答问、杂抄和风诊式，包括韦立之道，像有一些先生，比如像张金光先生，他们就认为，他可能是作为一个公务员培训教育教材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换学教材啊，就是官宦人家的换学教材来存在的，就向大家去
今天参加一个什么培训，对吧？他要发放一些这个材料给你。那么他作为这个秦汉的一个，他们这个县城也应该是一个中高级官吏了啊。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呢拥有不少这些东西。因为法律答问是采用一个问答的形式的，就比如说，哎，什么是秦人？什么是夏啊？什么不中律？何为不中律？怎么样？怎么样？哎，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那么来回答你对于这个法律施行和这个效果当中的一些情况。封诊式呢，比较类似于一个公文范本，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行政当中，你要开具很多相应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它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你不用查重，对吧？今天也是这样的啊。公文它是不查重的，就是说大家比如都要写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的通知，对吧？你不可能，我这个县这么写，另外一个县就不用这样的一个格式了，对吧？啊，那么只是说呢，相关的内容啊是要换，但是那个形式不换。这个封诊式呢，就是告诉你相关的一些这些公文怎么写，比如他一些法律讯问的啊，那个都涉及到专业刑讯的，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但是它有一些固定环节啊，比如这个逮捕书你怎么写？我们把这户人家给他封了啊，作为案发现场，把他查封了，把他没收了。那么没收文书、查封文书怎么写？那么在封诊式当中呢，都会告诉你。最后呢是唯利之道，唯利之道呢就是完整的一个公务员价值观的这个培训教材啊，就告诉你了当官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做到哪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日书呢，它是比较一个分成甲乙两个本子啊，它呢比较复杂，它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特别是在华南啊，在这个福建两广这一带还很流行的那种通书，就是选择通书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古人嘛，他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的这个科技文化水平，他有很多封建迷信的东西。那么他作为一个杂操，一个杂糅，就把它揉在一块儿，里面会告诉你哪天适合搬家呀，哪天适合求官啊，哪天适合出行啊，或者一些简单的咒语啊，包括有意思的，因为它毕竟在这个地方是旧楚地嘛，是秦的新地，它里边有一个表，就告诉你楚人有12月民，那就是楚人的这个12月民，对照我们秦人的是哪几个月啊？它之间是这个怎么样一个一一对应的方式啊？有这样的一些简表，因为看得出来当地还是应该有一些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使用这个旧的楚的那个月名，那么他呢就要提供一些秦的月名啊。来给你提供换算，这样也是不能说换算，就是对照啊，这样呢就帮助你更好的实行行政啊，实行行政。好，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比如甲组就是边缘记，一共是53枚简啊。原来叫边缘记，现在呢一般都叫做叶书了，就叶那个树叶的那个叶啊。这个呢，当然我们不用太纠结它。编年记或者叫页书呢，它比较复杂在哪儿呢？就它记录是两个事儿，它把它记录在一块儿了。比如我们看这一部分，大家看它是两个字儿，它首先始自哪儿呢？始自这个昭王元年。这个页书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什么呢？很可能是秦代或者说秦汉时期通行的一个历史年表。因为这个东西呢，在江陵的这个松柏汉墓当中也出土了，它字体名字就叫页书，但是那个里面不包含什么呢？不包含这个墓主人他自己的生平事迹，他就介绍了就是从昭王元年开始，然后往下记录了哪些比较大的这个历史事件。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字呢，往往比较清秀，比较简单。它还有一些比较粗的这个粗体的这个情理，比如我们看这儿，字儿大家可能看不太清了，因为这个，但是还能看到这个粗，比较粗，比较黑，是吧？这些呢，可能是他后面这个写他这个人，他后面补述的啊。按马庸先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他有两种书记，就两种书写字迹。那么
基础呢是这个编年记，就是这个历史年表大事记，后面呢就附上了很多关于他们家自个儿的事儿。比如我们看前面这一行啊，这个都是啊，我这里用的一个啊释文本啊，这样大家能够应该都能看到这个字儿哈，都是讲的大事儿，就是赵王他们打天下的事儿。你看对吧？22年攻皮氏啊，把皮氏这个地方攻下来了啊。然后你看这个15年呢啊，这个攻魏啊，又攻宛啊，攻元，攻止。然后你看这个灭9年干什么呢？攻安陆，哎，就把安陆这个地方就打下来了。安陆这个地方都打下来都很多年了，一直到哪一年呢？到这个45年。到45年29年打安陆，这个就是攻安陆，就安陆打下来了，把这个云梦这个地方就成秦的领土了。一直到四十五年攻大野王这一年，12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哎，喜才出生，也就是喜出生的时候，秦都已经控制云梦这个地区，啊，已经控制了这个45、29，已经控制这个16年了，已经控制16年了。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实际上安陆已经成为秦的领地了啊。当然，现在大家有争议，当然也因为他写的不太清楚，就是说喜究竟是出生在关中啊，然后他出生之后，他们家才从关中迁徙到安陆，还是说29年攻安陆的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当中，可能他父亲，就作为一个这个军人或者后面的这个南下干部就已经来到这个安陆了。那么现在呢没有，但是能明确记载的是这个时候喜呢他出生了啊，而且后面还记载，比如56年的时候，因为昭王在位的时间非常长嘛啊，大家知道啊，肃产了，肃大概是他的弟弟啊，他的兄弟。然后金上元年，金元年就是这个始皇帝啊，始皇帝元年，喜父，就那一年呢，他成年了，他父及了啊，因为我们知道秦人原先是根据身高，后来根据年龄，那么你到了一定之后，你作为成年人，你就要承担这个，成年公民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你要父及，那么对你呢就要开始排徭役了啊，就开始兴起这些了。好。后面呢，他就开始说卷军，卷应该也是他的一个弟弟啊，他卷呢就从军了啊，是他的兄长或者是他的弟弟从军了。这一年呢，喜呢就入仕了，他干完他就当使了啊，就御史。御史就是说他秦代呢，他的这个公务员系统呢，哎，不是通过考试啊，当然你做小史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些基础的考试的，但它和后面的那个科举制呢还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他进入这个政府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第二年啊，他提拔的还是比较快的，在刚成年啊没多久，第二年、第3年啊就进入政府公务人员系统了。第4年，哎，就升官了啊，就除可能是这个，安陆令史，就做这个安陆令，就是这个安陆县县长啊，这个县长办公室的这个，一个工作人员了啊。后来呢，又是为安陆令史，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除嘛，他还没有实职啊，后来是为啊，就是实授啊，可能有一个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一个这个实习期啊，或者说公示期啊，2年。后来呢，又调到兖县去了，哎，就隔壁县，调到兖县呢去当令史去了。后来呢，又有一个霍产，霍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子女了啊，然后呢，到4月癸丑这一天呢，就是秦始皇12年啊，当然这应该准确的说是秦王政12年啊，他这个时候还没统一天下，秦王政12年，喜至于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可能是一个法律口或者说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因为后面还有一些记载，我没给大家弄全，就他还有好多就是至于这儿，至于那儿，就是到那个地方去调查这个司法案件去了啊。实际上他是作为一个这个
安路县的这样的一个基层公务人员啊，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升迁提拔行程啊，所以说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它这个年表本身应当是作为一个历史年表来公布的，因为它这个页书都很有意思，像它，然后像这个岳麓书院藏的那个，特别是松柏汉墓出的那个，它都始自昭王元年，都从秦昭王元年开始算，所以说它应该还是有所本的。然后一直到呢，就可能是他去世之前啊，然后到的那个王为止，然后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历史事件呢？都这样记录。像那个最近的那个国家草场 M12也有一个类似的，从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因为它作为一个历史年表嘛，也要告诉大家这一段之间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历史事件，很多呢也揭示了很多丰富的这个历史信息啊。那第二组呢比较重要的呢，实际上也是名扬内外的呢，就是秦律18种，就一共有18种律令啊。初步统计呢，它有这个田律，这个呢大概是讲农业耕作事务，有这个妓院律，大概是讲这个就是院囿类的；仓律就是讲粮食管理的；金部律商业贸易的；官市这个还是市场贸易；工律，比如工律当中就有要求，就是说所有的产品一律都规格得一致，因为就是讲那个手工，特别是官方手工业管理的。工人陈啊，工程是制作原陈的，就是说，比如我制作一件机器，我有相关的这个考核制度，你不中陈，也就是你考核不达标的话，还是有惩罚的啊。徭律啊，这是弄服徭役的啊。司空啊，司空是这个管这个修建事务的啊。制律啊，效啊，这个是行政效率管理。军爵，因为我们知道秦代它是实行这个军功爵啊，军功爵，你积军功来治爵啊，也就是呢，通过20等爵制呢，把整个这个国家呢，从上到下的，都纳入这样的一个身份管理系统当中来啊。传使就是指这个出差的时候啊，关于这些徭使的这个义务，因为我们看到秦汉的这个工作人员，其实特别是这些基层官吏，经常出差，经常出差，他们有很多时间都奔波在这个路途当中。那么你在这个出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就涉及到，对吧？驿站怎么给你马？那么什么样的公务人员，对吧？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是坐什么样的马，吃什么样的食物，对吧？这个都得给你规定好了。内史杂律呢比较复杂，它大概是关于整个内史地区的相关的一些管理，涉及的面呢还比较多啊。卫杂律呢大概就是军事长官他管的，属邦呢就是后来大概属于这个典客这一类的，就是管理这个少数民族事务的，或者说外交事务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律令规定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看的，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认识这几个字儿哈？就这个凡为利之道，必精节正直，就是为利之道里边的这个重心符号，就是这个图圆点的，它是一个提示性符号，就是在这个简手涂黑，表示它是开头或者是什么。然后还有你比如这个都是为利之道里边的，实际上很多和我们今天的一些价值观还是相通的，也显示出这种传统文化的流长吧。比如他说，当好一个公务人员要什么呢？要勿喜富，勿恶贫啊，不能嫌贫爱富啊。这个喜就是喜欢的喜，富就是富裕的富啊。这个大家应该还能够认出来吧？哈，勿通这个不要就是不要的意思。恶就是那个恶心的恶，上面是一个这个雅字形啊，下面有这个心旁啊。贫分下面一个贝，对吧？勿喜富，勿恶贫。因为这个为利之道啊，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有一部分可能是像仓颉篇一样作为一个识字课本的，所以它的抄写呢相对而言呢比较精细啊，呃，相代表了这个秦历的一个特色。好，我们继续往后。好，接下来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2封家书了啊。当然，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观众来说，不妨在这里问一下今天来到场的这些观众，写过信的，能不能在我们
直播间里边在这个评论区摁一个一，写过信的，哎，就是正儿八经的写过，然后要封票，然后要投递的，有过这样行为的，能不能按一？哎，还是有不少，还是有不少。哎，我们看好多朋友都写过信啊。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信息、交通、物流各方面的变化，信件已经渐渐的退出这个舞台了。现在它只是作为一种习俗，但是不变的呢，还是我们对于远方的人们的这个关心和牵挂。我想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不论这个是宜时宜，这种共通的情感，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呢，就大家读读这两封信吧啊，我就大概给大家串说一下哈，要跟大家说一下背景，这是另外一个墓，也是睡虎的这个墓地，但是它是 M4 出的。他这个人呢，我们现在根据复原呢，因为这两封信呢是两封什么呢？是两封私信。私信呢就是私人信件，私人信件啊是最不好解读的，到今天都是这样，因为好多事儿啊，只有你和对方知道，对吧？我说一个什么什么词儿啊，给我妈妈说，我用一个什么代号，她肯定能知道我这个代号，我说的这个小民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圈当中的哪一位。但是你换外人来看，他就不知道这个人说的是谁了啊。两封信的主人的发送者呢，应该都是这个黑夫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乡土的名字，就类似我们今天大家说的谁比较黑，对吧？啊，说他就叫黑夫了啊。起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叫黑夫啊，就像今天大黑、小黑啊。还有呢，他可能是他的弟弟，叫做金，或者叫做晋，就上面一个晋字，下面一个马字，这个人啊。他们俩写的给谁呢？给他们妈妈，给他们妈妈写的一封家信。2月辛巳这一天，黑夫和金赶在拜问中，母无恙也。妈妈您还好吧？啊，黑夫金无恙也，我们俩都挺好的。前日黑夫与金别今复会也，前天我们分别了，现在我们又在一块儿了啊。黑夫既依旧书曰：为黑夫前勿操下夷来。今书即到，母是安陆思不见，可以为丹群儒者，母必为之，令与前携来。这是说的上一件事儿，因为都是家信嘛。就说上一次说呀，给我寄钱就行了，不用再带下衣来了。今天的书已经快到了吧？母亲啊，您看看安陆的物价怎么样？安陆的物价的这个下衣的这个原材料要是贵呢，你就别给我做，就其私不贵，图操钱来，单寄钱就行了啊。但如果便宜呢，那您是在家里做了，再给我吧啊。如果贵呢，就是说图操钱来，黑腹自以不此，那就我自己做下衣。为什么呢？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关键的是这句：黑夫等执左淮阳，攻反陈酒。淮阳就是后来这个引毒陷落了以后，从江陵楚就不把那个就迁到周口去了嘛，周口就是淮阳，就是楚的另外的那个引渡就在那块应该他们是作为秦的这个一线士兵，家安在安陆，但是正在和楚进行下一次这个大作战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这个真是建立功勋的这个年轻士兵给家人的这种家书。黑夫等直左淮阳，攻反陈酒，尚未可知也啊。愿母为黑夫用勿少。哎呀，我们不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啊！妈，你给我寄的钱一定不能少，对吧？这和包括一直到后边还有一个事啊，也是说寄钱的事。这其实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大学生这个开口向爸妈，一般来说，头一顶大事就是生活费不够用了啊，一定这个生活费啊不能少。对对对，国家宝藏表演过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事。书到皆为报。就收到了书信一定要回报，
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到近现代都是，就是应该说这个现代通讯技术发达起来之前，收到了书信一定要有回信，这个大家对远方的牵挂不会改变。报必言项家爵来未来啊，这个项家爵大概是一个人，就是说要报告他的情况。告黑夫其未来状，就是说他的这个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样，然后就开始这个问候各种事情了。因为他是私信，而且这些人呢都是历史上的普通人物，所以具体事件呢我们也都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这个文王德、苟得无恙也大概是这个王德这个人的事儿。然后辞项家爵不也，就是说他给项家爵这个人说了什么事儿没有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他们家内的很多事务。接下来呢，就是他有3个题行3个题行，这都是背面的，我就没截那个面没截这个面，就是要问候家里边的很多人啊，为黑夫金运通过他母亲，就是其实很像我们很多信件当中所说的比如我给 A 写信，那我知道他和 BCD 在一个寝室，我就说代问 BCD 好这个都是类似的。就他请他母亲帮他代问姑姐，姑姐大概是说他的姑姑，就是他父亲的姐姐。然后还有这个人叫康乐继虚，故树长姑外内无恙也大家都安好吧？都问这个东市的继虚，苟得无恙也。这个大概是他们邻居或者亲属一类的。然后多问这个因寺济世何如，定不定还要问他相关的这个事情确定了没有还要问黑夫和金，多问这个西阳、吕阴、右里的这个丈人得无恙，皆无恙也，无钱用意矣然后呢，还有呢，这个金呢，应该是新结婚要问候他的媳妇儿要问候他的这个小这个心腹，还有这个是上从院下从女的这样的一个字，我们就读作院好。这个很可能是他的子女，因为后面还有一封信后面还有一封信，就问候他的这个心腹，或者是他的子女，或者是他的妹妹，反正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他们还好吧？然后还要求呢，心腹勉励是瞻丈人就是说媳妇儿你得好好赡养公婆然后要勉励其实是很朴素的这样的和我们共通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还有一封信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是也能够看得很有意思，这是另外一封信，大概是以金的这个口吻来写的金的这个口吻来写的。今感大兴问中，母得无恙也。家事外内同，大家都还好吧？母亲大人您没事吧？然后现在呢，从军了，我和黑夫住在一起皆无恙我们俩都挺好的。前一还是说到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应该是在前线打仗，需要这个家内给他们这个寄钱寄生活费用和相关的这个物资岳母幸未钱500-600，然后呢，因为要钱和衣嘛，那前面说了钱，后面这个什么物下2丈5尺的就是这个衣服的布了，就给大家这个布料而且要这个腹部颈善者也是提了要求而且呢还说的很直白，说什么呢？说是服矣，急死矣，急急急。哎呀，家里要不给就完蛋了，这是非常着急的事。这个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就是那个急字，大家看到没？这是急字，下面有3个重文符号就是急急急非常着急，非常着急，非常着急。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是大学生跟家里人要生活费是很相关的这个是江湖救急家庭救急，再不给我寄衣服和这个钱财来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说要视服矣，急死矣急急急后面呢，他就问他这个心腹他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应该是女儿或者是妹妹一类的年轻的这位女性，她很牵挂他们都还好吧然后这个心腹一定要勉励世瞻两老一定要赡养好家里的老人。
今远家故，终交诏愿，令勿敢远就，若取信。啊，按理说呢，应该是要他来亲自教导这个愿这个年轻的这位女性的，应该是他的女儿或者妹妹啊。然后呢，还很叮咛他，一定呢不能够到新地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新地城多空不实者。哎，然后呢，就是说呢，现在兴起了这个人口迁移计划，可能呢要把这些新地的这些就是故民啊，有为不如令者时，就是要迁徙实边实新地啊。新地呀，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大家呀都要少来，一定要严格的这个遵守命令。因为他就居在这个反城当中，应该就是他们当时已经把这个淮阳城攻下来了啊，已经攻打下这个淮阳城了，所以给他讲这个新的情况。然后呢就问这些人都还好吧啊，对吧？就问他的姑姑和他的这个表哥或者表弟叫产这个人，他们都还好吧？然后说新地多盗，中伪勿方行新地，你们一定不要来，因为他们居住在这个新管辖的这个区域，对家人呢是这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先不要过来。他们作为实际一线人员，还是知道这个秦楚之间交战形势是很紧张的啊，不那么的完好啊。确实就像这位观众所说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两封家书，而且展现的是远方的这个作战的战士对于家人的这个牵挂啊。因为这两封信呢，也很难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仍然保存了下来。哪怕我们今天呢，也很难再提笔写信了，但是我想呢，这样的一种情感，不论什么时代，都还是相通的。好，最后呢，我们就到一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也是最新公布的一个，也比较新嘛，也不能说最新了哈，这是23、24年公布的这个，也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呢？一个工作日志吧，对吧？或者问有的人呢，把它说这个是个日记，对吧？那个姜文有个名台词是吧？好人谁记日记？嗯，不知道还有记日记的吗？我们现在呢，不管大家记不记日记吧，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秦代的一个小吏啊，他也很有意思，他叫越人啊，他叫越人。他们家还有一个人叫胡人，胡越是秦汉的两个这个边地，一个南边一个北边的这个名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里边还这么给他们孩子起名字啊，一个叫胡人，一个叫越人。这个叫10年治日，大概是汉元帝10年，汉文帝10年。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体呢，它是什么呢？它相当于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那个工作日历簿，它先把这一年的每一个日子的这个干支，还有一些重要的那个节气，比如什么初伏啊、立秋啊、立春呐、这些东西写上。后面呢，它可能填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个日志，大多数呢都是和他们政府工作相关的，给我们告诉了一个基层的这个县庭工作的一个样子。比如他叫越人，他说越人休妻，越人休妻是，他还记录了应该是他的一些同事的情况，就是这一天，我休假了啊，越人休假了，妻呢，开始上班了啊，妻逝了。乙未这天呢，成功至长安。成功呢，应该就是说他们县城啊，县城呢到长安去出差去了。然后这个呢，也还是以为他出了12差的12干支是啊，应该是60天，就快1个月。下一个月呢，这个又是一个乙未呢，成功到长安来，成功从长安回来了，这是至长安，这个是到长安来。这个是一个工作日志的写实的，然后呢还记录了他的一些个人事宜，比如这是甲辰赴葬，
就是这一年甲辰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安葬了。前面还有他父亲去世，然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越人还在出公差啊。然后越人出公差之后呢，第二天他才请假，就回家去办理丧事去了啊。然后看得出来，他大概请了十几天的假啊，把他这个父亲公事上完之后呢，他又再回来上班了啊，回来上班啊。我们这里又截了一些啊，截了一些给大家看一看。他最开始是要记录的是这个庚申初伏，这个应该是最开始书写的，就是说庚申这一天呢是初伏，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三伏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天文历法，呃，确实是一脉有之，在这个2000多年前啊，差不多这个应该是快对，这个大概是汉文帝时期的，至少2000年啊是没啥问题啊，就是从初伏开始了。后面这个呢，就是这儿，就是这一条，就是这一条，他出差去了，他出差去了，他出差去哪儿去了呢？2月辛丑的这一天，他去采珠去了，到皮这个地方，到坝这个地方去采珠去了。然后出了这么多天差，这天到了，回到了这个陆里。为什么会回到陆里呢？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是10月为岁首，我这里截的不全哈，是跳着截的，就大家看一看。他记了这一天叫戊申，可西陆里，就他们家要搬家了，而且那一天呢，始河往西边迁徙，所以那一天呢，他们家决定要搬家。所以他后面出差回去的时候，就回到他这个新家。你看他在陆里，里嘛就是里坊的那个意思，他有一个新家，就回的是陆里，所以他特别记了这一条。第二天呢，就说呢，这个到江采珠来，从采珠的这个事物，从采珠的这个地方回来了，要休息了，休多少呢？休10日，就是这一条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啊，就其实是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日志，而且呢，能看出来他的工作的转移。就越人这个人啊，他最前面的时候应该是从事这个农业管理的，后面呢，他可能去管这个畜牧业去了，可能就是可能当了一个类似弼马温这样的官啊。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记录很多都是马官的事儿，就他可能去守畜官去了啊。然后他呢就说这个丙辰这天呢，畜官居死了，这是很糟糕的事儿。他当着这个弼马温呢，对吧？守着这个马厩呢，有个马驹死了，这是工作事故啊，对吧？那这得记一笔。后面呢，也是糟心的事儿，传马，传马就是这个要官方游弋的时候，要负责一站一站最重要的那个运力啊。骑不知道是马名还是什么，但是应该是特指某一种马，因为骑马它是指这个毛色啊较斑驳的这种马，不食树。哎呀，有一匹又是比较重要的这个马，它不吃这个粮食，树是豆子，对吧？那这也是工作事故啊，对吧？它就像喂猪，我今天管了这4头猪，有头猪胃口不好，那也对，也是事儿，是吧？还好的是呢，到乙未这天呢，就不守系官，从这个岗位上，调离出去了啊。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它里边有意思的事还很多，因为它还记录了，他出差了多少天，谁又到哪儿去上班去了。因为看得出来，这个工作日志呢，它不完全的具有，私密性，因为很多它记录的都是政府公务单位当中的事。特别是记录的一些他的领导啊，他领导出差不出差呀？领导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呀？然后他自己的这种出差的这种很多情况，有一些呢看得出来呢可能是事后追记的，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提前记的，比较复杂。但是他揭示了，因为它很长，他从大概汉文帝后元10年开始，一直到最后，记录了得有小10来年的事儿。所以是很复杂的
一个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宝贵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录啊。比如有意思的，它里边讲了几场丧事，他父亲和他母亲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世了，那能看出来他父亲母亲操持丧事的这个时间，然后他休沐的情况，就是当时的公务人员也是要休息的，但是休息多久了，多久又回来上班，包括有一个看得出来，他应该有一天是请病假了，请了病假之后呢，没想到可能预计是休5天，结果呢他就先写了一个休5日。后来呢，3天就好了，他又把那个5日给涂了，就改成休3日。哎，也是这个，虽然是一个流水账的记载，但是我们因为它距离我们这个年代很久远，而且呢时间呢很调遥，是很难得的一手的，一个我们了解当时的这样一个基层公务人员生活工作的情况的一个鲜活的案例。我想呢，这个呢，可能也是云梦县它作为这样一个简读的大县、简读之乡，带给我们的很多的历史故事当中的一个小细节。更多的呢，可能还有待呢各位朋友呢，这个不断的探索，还有很多故事，朋友们呢可以这个不断的呢去了解。我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呢，恐怕呢就是以上这些，也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简评啊，我们就结束了文物分享这个部分。云梦县博物馆呢，它虽然是个县级博物馆，但是它定位很明确，就是没有特别多，一定要贪大求全。大概的特色就是我前面所举的漆器和简牍，这两个是非常重点的。当然还有一个通识展，但是它后面的呢，确实呢，相较而言呢，实话实说呢，它的高峰呢是在战国秦汉这一代。尤其是呢，它虽然地处荆楚，但是因为特殊的这个区位优势和这个历史发展呢，其实是一派浓郁的秦风啊。我觉得那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县域博物馆的这个精品馆。但是呢，里边的简牍文物比较多，就大家可能贸然上手呢，不是那么非常的好了解，可能需要做一些攻略。但是呢，它里边比较有点麻烦的呢是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县级博物馆，有的东西呢还藏在省博里边，所以呢要综合的来权衡吧。有一些小的建议，首先呢是它其实离武汉很近，慢车好像都才两个小时左右，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大武汉周边游的一环。只是呢，它的交通呢不是非常的便利，因为还是有一段距离。武汉呢也很大，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去参观的话呢，可能需要提前做好这个交通和出行的计划。有一个小建议呢是，就在这个火车站老站，就云梦站它的附近，有睡虎地 M11的一个原址的文保碑啊，大家可以去那参观打卡，离那个火车站非常近，而且很有意思啊。就简牍呢，它毕竟是一个出土文字的文物，有的大家呢可能觉得它有点枯燥，但实际上稍微了解一点里边告诉我们的信息非常丰富，有很多都是很鲜活的历史故事，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攻略。如果时间比较宽裕的话呢，我觉得吧，这个可以参观一下附近的秦汉的墓地或者一些遗址，近距离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山形水势啊，还是很值得看的。云梦县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说到这个推荐的这个书籍和论文呢，我大概也就列这么几本吧，好吧。一个是一个图录比较新啊，是关于这个云梦郑家湖和睡虎地的一些最新考古发现的一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要想知道睡虎地秦墓的竹简呢，其实推荐大家可以买一本这个就是78年的这个平装本，它比较好的是呢。
因为特殊的那个历史原因呢，他都做了这个白话翻译，特别是对于那些律令文，所以呢，大家掌握起来呢比较方便。但可惜的是呢，当时呢只做了法律文书的那个部分，日书呀什么的也没有做。大家如果想了解呢，还可能要参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然后，如果想了解漆器呢，我觉得湖北省博编的这一本图录还蛮不错的，也是他们的精华之所在。当然，就整体秦汉漆器来说，可能还要加上马王堆的一批东西，扬州的一批东西，然后成都可能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汉代漆器呢，只看湖北省呢，可能不太够，但是秦，哎，主要靠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的。最后呢，大家如果对历史背景感兴趣，我觉得吴树平先生他们统一弄的这个全注全译的史记，可能有助于我们大家哎进一步阅读这个历史文献。然后国博呢，他一直编了一个文物秦汉史，因为他是举全国之力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所以我呢也一直把这两本书呢列上来，大家有感兴趣的不妨找来一看。好吧，我今天的讲演呢，就到这儿了。我相信呢，我们乐观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导览计划，在我们乐观人文举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进入到博物馆，享受博物馆带来的快乐。这也是我们一直孜孜不倦的弄这个乐观博物馆导览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好，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是这个互动时间，好吧？超超，时间感就谢小林交给你了。老师。大家对于今天晚上的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到互动区。然后，小林老师，我来共享一下屏幕，把提前在社群里收集的问题先共享出来。嗯，好的，好的。我还是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下周四晚上的分享，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个最近在国博展的非常火的一个展览，还是由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山老师给我们带来此次分享。然后我们下周开始之前会在乐观人文的公众号上发直播预告。这个是我们在社群里边收集到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到，怎么添加社群的，然后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客服会邀请大家进群，因为现在群里人数比较多，已经没有办法扫码加群了。小刘老师，嗯，能听到吗？啊，您这边方便的话，我就静音，然后您就开始，您看就可以开始回答问题了。然后大家其他的问题，我一会儿再补上来。好的，好的。好嗯。嘞，好嘞。哎那就回答一下这几位朋友在群里提出的问题啊。第一位朋友说，云梦泽的环境变迁对楚文化或者当时代的历史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哈。呃，对于楚文化来说，应该说它东边作为它的院囿，一直以来给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田猎，包括想象的很多的一个空间吧。但是你说它的这个缩小啊，或者说变迁啊，因为它最后逐渐缩小的时候，就是它不作为一个院囿的时候了，好像和那个楚文化好像，关系就不是那么的紧密了啊，不是那么的紧密了。更多的它还是作为一个资源提供的地方吧啊，我是这么想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云梦县出土的漆器有什么地域性的特点吗？就是我刚才说的，楚的漆器其实占比不大，最重要、最突出的就是秦文化的东西，而且是直接从秦的首都
咸阳来的东西，所以在这儿实际上是能作为一个特别的时间胶囊或者说窗口，给我们展示秦文化的气息。我觉得这个是云梦气息最大的特点。当然还有直接承袭秦的这个云梦，这个汉的那些气息，但是那个大概就是沿着秦的这个发展轨迹下来的，当然也加了一些楚的因素。第三个问题呢，这个云梦通衢的这个事儿，这个，恐怕我还要再下去查一些资料，这个实在抱歉，因为历史地理这个方面呢，我还不是特别了解，这就抱歉了，抱歉。然后说第四个，从睡虎地出土的简牍有哪些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知？有没有历史事实的新发现？从书法和绘画方面有什么新发现？你要说颠覆呢，这个词儿啊，恐怕就看大伙儿怎么理解了哈。按我的想法呢，你要用到颠覆呢，其实不是太好说，因为总的来说，战国秦汉时期已经进入历史时期了。我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考古不管怎么挖，汉文帝一定是汉武帝的爷爷，汉武帝一定是汉文帝的孙子，就是不管怎么发掘，这个不管出土了多少文物，他们祖孙俩的这个关系呢是很难颠倒个儿了啊，不太可能这个变换身份了，所以说要出现这种特别颠覆的事，比比比较少，但是它丰富了很多，拓展了很多，提供了非常多的新建，这个是有一些呢也是这个，比如像就是那个秦公淮阳的这个事儿呢，像田英庆先生他们在说什么张楚啊，还有秦后面的一些那个反叛啊，确实提供了很多那个历史新的这个历史发现，包括秦的那个律令体系究竟什么样，也是睡虎地首先带给我们的新认知。因为都说秦法严苛，但它严苛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它有哪些管理内容？对这些，那原来都是不是特别了解的。那没有出土简牍，你是很难做这些我们说的绣花功夫的，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细节，充满了故事性的这个，微观历史，这些呢恐怕都是他带给我们的新认知。当然，从这个书法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有很多，因为这个，比如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秦历究竟长什么样，这个本身就是重大发现，因为原来不知道，不太清楚他写的是什么样的。绘画方面的呢，可能就不是那个简牍了，就是我所告诉大家的，特别是最新公布的这几个木果画，那应该都是属于秦代的绘画，或者说是秦人的绘画。但是它呢，和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艺术品呢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丧葬美术、墓葬美术，它是有特定的这个服务目的的啊。那些呢，应该就是作为最新的这个墓葬美术的这个新发现啊。好，以上四个问题，好吧？感谢小林老师。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哦，还有不少，好，呃，关于这个漆器修复哈，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事儿。漆器修复啊，它涉及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这位朋友他问到，这个保存修复、漆器修复，它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叫漆器修复，漆器它是有机质的，它首先它是有个胎，大多数呢是木胎或者是夹柱胎，胎上还要修漆，修漆上面还要有彩绘，然后呢又长期处在这个保水环境当中，所以它很多它那个内部结构啊，就其实看上去可能还有，实际上就只剩一层壳了，就像那个煮的非常烂的面条一样，就是那种质感。所以出土了之后，
首先移交之前呢，就尽量的使它保持稳定，你不能够把它摇晃，让它很早就变形，这些不行。然后呢，移交到文保之后呢，它大概要有一个清洗，就是把上面脏的呀、一些杂质啊把它除掉。接着就是脱水，脱水呢，现在往往使用什么呢？就是往往使用这个一些化学物质，像什么乙二醛呐、或者是这个聚乙二醇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高分子的聚合物，就把这个木胎里边的水置换出来，就叫脱水。然后呢，使这个木胎漆器它的本身的结构得以加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耗时耗力的。所以漆木质文物修复非常久，脱水了之后再加固，哎，加固了再整形、修复，然后再封护，最后才能移交。所以木漆器修复的这个文物保护的难度很大，修复过程呢非常的复杂，而且很紧迫，因为它一见阳光，一脱离那个环境，可能很快的时间，它就发生了很剧烈的这个变性变质的这个过程，而且技术要求很高。最重要的是修复周期非常长，你比如脱水，你就得用时间，急不了。一般来说，一件木漆器的修复周期呢，据我所知呢，至少是在3年以上。单脱水保护这一步就要至少1年，就大的那就得更长。你比如像什么漆棺啊那些，那就非常的费时费劲儿啊。所以漆木器修复是非常难的，也得益于湖北省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保水条件，它应该是我们目前全国的这个漆木器修复的文保的重点核心，就在荆州啊，就在荆州。然后最后是这位蓝天朋友他说的这个睡虎地，四川广元的，您可能说的是那个青川木渎吧，哈，龙岗里耶。根据上面的内容，按照排序的怎么排序的？哦，它是这样的，就是秦啊，他先取了巴蜀，然后呢，他就大概就灭了楚，灭了楚之后呢，就睡虎地啊、广元不是他灭了巴蜀，这广元就肯定就归他管了。睡虎地、龙岗其实都在云梦，只是说一个在云梦县的西郊，一个在南郊，其实就是一个区域的。里耶呢，在今天的湖南张家界这个地方，他那设了一个迁陵县，属于秦的洞庭郡管，也是灭楚了之后才建的啊。怎么样从这个秦简上辨识出他们每个遗址产生的时间的？因为它里边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有《史记》了，它有这个比较充分的那个记载，就大概什么时候打到哪儿，什么时候打到哪儿了啊？那个过程，实际上这个传世文献已经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了的啊。汉承秦制，它承袭的是什么时候的秦制？主要就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统一六国之后，那个他新创制的很多秦制。你比如秦他建立了这个皇帝制，那你西汉王朝也称皇帝，他没有说我叫汉王，对吧？我还是这个是皇帝，那他应该是这个，就是准确的说是就是秦代的制度。通过秦简的内容与汉律的对比，可以发现端倪吗？这个当然可以。你比如有名的这个张家山江陵，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它也是一个墓的。这个墓里边出土的，比如这个就有很多律名相当的这个律令，就可以比较，就看得出来，有的时候秦的那个律令啊，确实比汉律还要严苛一些。比如我记得应该是属于传实律一类的吧，就是讲的规定那个官方文书传递速度的。
秦的那个要求就比汉的还要严苛。汉的看上去确实是放宽了一些的啊，确实，这个以黄老之术治国，在汉兴之初，应当还是有一些这个俭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动作的。好，哎，以上这些问题，好吧，辛苦小林老师。没有没有，好，还有吗？目前应该没有问题了。然后那个，您把有朋友说要再看一下那个推荐书目，然后刚才应该是屏幕上截屏的时候，那个您的排版有点问题，有些不全的，然后辛苦您再共享一下。哦，好的好的，我直接共享吗？还是你这里先退一下？啊，我结束，我得结束。好了，哦，好嘞，然后是这个，好，大家能看到吗？嗯，可以了，哎，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在这儿是吧？哦，对对对，对，这个，那那个文字应对该是太长了。对，那个可能打的时候没有把它打对，我调整一下，好了吧？这个大家能看到了吧？啊，这应该就全了，好吧？大家可以看到了吧？啊，大家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里边继续沟通和交流，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这个及时去观看博物馆的一些新的展览呀，一些话题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刚才听到也有很多朋友对这个漆器修复，包括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这块有一些有兴趣的，然后我们之后也可以邀请老师专门来做分享。大家有想听的博物馆呢，也可以私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哎，还要一下微信社群二维码是吧？那小林老师，我再共享一下，然后不好，我这里好意思啊，结束。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添麻没烦。事儿没事儿。我们的二维码，好了，大家应该能看到了啊。大家关注乐观人文的视频号和乐观人文的公众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推送。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